那我今天休息啊，是不是？哈，停这边吧。从苏州过来，有点远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这么远跑过来。开了1个多小时。1个多小时啊？那还算近的。1个多小时。声音现在有吗？声音有，我要底盘的试一下。对，我们是试一下。试一下有声音，我跟你说具体的声音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样的声音。哦，好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来开。好。哎，你们在直播的吧？现在今天没直播，今天我休息。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声音。在我们那边呢也那个了，也不知道，反正下面的壁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换过了，还有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链板的声音。就这个咯咯的这个问题。有的，但是倒车没有，前进的话会有，有的时候都是慢的，就是跑快起来的话没有，就像那种破壳子的声音那种感觉。就是咯噔咯噔的那种。或者的话，你停了之后，然后的话车子踩刹车停了，就这个鼓，是这个声音吗？啊，对，这个一摇的时候，对，而且走颠簸的路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会有，就找不到是什么原因，不知道。刚开始我以为是不是好像听上去像排气管哪里松掉了，是前头段哪里？不是，有来回一摇的时候，有这个松动的这个感觉，是吧？就这个声音。刚开始吧，不平路面也是这种声音。不平路面的话也会有，但是倒车的话没有。有的时候的话，倒车倒档的时候它就没有感觉，倒档的话没有。你前进的话，有的时候刹车一踩挂，就是D档也，倒车也没有，踩刹车，好像不明显。对，D档就有，出来了，听到了是吧？其他嘛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冷启动那个声音，那个链板的对，链板的声音。因为这辆车子呢，我不想把它丢掉，保养的真心的可以的。是的，10年了，非常新，实实弄弄。是的，我准备把它留在手里的，你知道吧？准备开的是一种情怀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我特意要跑到这边来，要找专业的地方。那个底盘上的声音跟刚才我们那个听到那个声音是同一个声音。就是这个声音，我一直就是找不到这个声音。我稍微试一下底盘声。你看看，起步的时候稍微，它幅度来回大一点，好像就有这个声音。对，这个声音很烦人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很烦。我感觉我底盘下面换了好多东西，怎么感觉感觉不到回到像原来新车的那种底盘的那种扎实呢？感觉就跟个下面松散的一样。开起来的一点都不舒服。速度快呢，因为其他的声音啊给它覆盖掉了，覆盖掉了。对，只有慢的时候。性能车嘛，虽然的话我知道它的避震、减震各方面比较硬，它是舒适度呢可能是没有那个其他的轿车舒适度这么好，但是的话，按照道理不会有这种声音。正常不会有声音。那过这种颠簸的路面，对，就很明显。好像在正面的是吧？现在听着是现在前面，右前方明显一点。对。具体的话，还是到时候我们查了以后，再看。对，这个车机油也要帮我换掉。机油保养多点。对，帮我保养，用的我平时用的辉壳5W40的。因为只能用这个了，因为车子年代长了，那个030的不怎么好用的，消耗太多。待会你或者车子停在那边，听听发动机的运转的声音，它会有那种呱呱呱呱的声音。原来没有，就去年开始。这个声音也是去年开始有的，所以说去年的话，10月、11月份的话，我车子底盘件也换了那个。公里数也不多，16万公里，正常。9年了，很干净哇，这个车子真舒服哎哈。我保养的非常到位的。对，是舒服。你这前面漏防冻液了。防冻液对，有一点漏的。那里。是有点漏的，上次因为顶起来的时候的话看到的啊。对，声音现在听还好。对，现在听的话是好的呀。明天到时候我停在那里，明天早上的时候，冷车的时候，我发起来听一下。听听看。对，听听看这个声音到底是哪里的声音，再然后刚才试车的那个底盘上的声音。那个响声你知道了吧？对，那个响声我听到了。对，听到了那个声音了，特别前面很明显。对，这车是漂亮。这个车我一洗的话。
好多人都说我这个车买了是不是1年？哎，我说差不多1年多，真心很新的，里面内饰也是漂亮，是漂亮，非常好的，是漂亮。真的，14年买的那个，真心可以的。而且现在的这个发动机的，我刚才路上，我来跟我老婆说的，我说这个发动机的心脏，我自己对车子也比较喜欢，也比较了解的。对。我说它的心脏基本上跟我新车来的时候动力还没有多大来去，对，随叫随到，是的，相当强劲，很舒服，真心的。昨天客户把车子送过来以后啊，就回无锡去了。那这一次主要是检查2个问题啊，一个是发动机的异响，还有一个是底盘的异响。据客户描述呢，冷车启动的时候啊，发动机异响比较明显。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，启动。现在来了，就这个声音，一下又没了。现在比较明显。它发动机上面有2个声音。一个是啦啦啦啦啦啦啦的声音，一个是呱呱呱呱呱的声音。它这个声音啊，是从慢慢起来，再慢慢又没掉。循序渐进的，它不是一直响在那里，刚好撞到那个位置，它就响了。冷车的时候比较明显，热车的时候啊，昨天听不出来。冷车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啊，我们已经听到了。那还有一个底盘的声音呢，现在去试一下。还有一个底盘声音呢，客户他说车子快停下来的时候哈，明显一点，就是刹车的时候。那我们试一下，右前方有那个嘎嘎嘎的声音，它有2个声音，有一个是正常的声音就是嘎嘎嘎这个声音，像那种金属敲击一样的。踩刹车的声音我们已经听到了，在右前方。然后这个车方向打死在走的时候啊，真的，这一般都是发动机支架垫不好。这个不平路面的时候没踩刹车，那个声音也有。那这个声音呢，肯定是在我们底盘上面了啊。不平路面的时候，刚才过了个压了个引擎盖。明显吧？走，回家。车子我们已经升起来了，这个声音最主要来自哪里？来自副驾驶这边右边这个位置啊。顶起来一看呢，然后这个臂啊、下摆臂啊、这个拉杆啊，包括上面的2根臂啊，两边8根全部都是换过的。那像一般这种声音呢，哪些地方会比较多一点呢？像这种胶套产生的这个异响会比较多一点，因为其他的东西啊，基本上是不大会有的啊。听听这个声音，再然后根据我们的经验的判断，基本上就是这一根拉杆，就是这根拉臂产生了一个异响。其他地方我看该整的也都整了，
然后这个车子还有一个哪里问题？漏水啊，漏防冻液，这个上面滴的都是红红的，水罐漏了啊，水罐漏了。然后一个机器胶，发动机的支架，我们在试车的时候啊，感觉到转弯的时候很正啊，正常的还好一点，拐弯的时候非常正。它这个支架你看，它已经开到底了，已经完全两个人挨到一起了，这个就没有缓冲的效果。问题呢，基本上就这几个问题啊，那我们一个一个解决。里面我们已经拆掉了，然后发现呢，这块小的已经断掉了，缺了个角，估计是掉下面去了，有点麻烦。然后把这个大的粘紧器拿出来。这一块呢没破啊，没有破，但是呢，听我们冷车启动起来那个声音啊，也不是特别的明显。这个顶连器泄压也会导致它那个声音出来。先换了，先装上去。但是还有一个破的那个东西啊，很麻烦，估计要拆油底壳啊，拆后盖，有可能。先装这个吧。我们先把这边这个链板先装好，装好呢，然后全部装齐了，再我们打着车，再听一下那个声音还在不在。这一块段落的这个链板啊，已经找到了，包括它一些尸体啊。这个原来我们车上拿下来的，那幸好呢是在这个小油底壳里面拆掉就拿到了啊，如果在大油底壳里就麻烦了。那我们拆掉小油壳还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这个机油的节滤器里面，看看这里面啊，糊得满满的，有胶水，有残肢的一些碎片，那这个呢也要给它清洗干净，不然呢影响我们这个机油的油到润滑啊。那这里给它搞好。新的链板呢，现在已经装好了啊。现在早上冷车，我们给它打着，再听一下。来启动。现在是没有听到之前的那个声音。我们再等一会儿。原来的话发一会儿，这声音就很响了，转速下来的时候，现在怠速已经慢慢下来了。那原来那个声音呢，已经没了。问题解决，底盘上的也装好了，关闭。那我们就等客户来验货。来了，哎，试一下呗，试一下。好像没那个声音了。没有那个声音了。原来那个是很响的嘛。对。就是哗哗哗哗的声音，也是这个链子的声音。对，它链轮它有两个声音，一个哗哗哗的，一个咕咕咕咕咕的，两个声音，对，两个声音，现在都没声音了，都好了。那个你都试过了是吧？都试过了，你也试一下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对，我们试一下。这个异响弄好了我就好了，就开心了。这个异响的话也好长时间了，困扰了我好久了。说真的，这边好像是没了。慢点啊，慢点。我第一脚上去的话就感觉到了，应该道理的话本身的话。本来很响去的话，基本上的话就有了。它这个的话，快的时候试不出，只有慢的时候，只有低速的时候。对，没有了喂，没有了啊，可以的，真心可以的。在我们那边弄了多久了？然后弄到后来我都已经没有信心了，真的。本身的话，走这种低速过这种窨井盖，很明显的呀。压一下就来了。对，没有了，真的没了。没了。哎，真的没了。没了就好。可以的。OK。真的可以的，真心的。可以的。不错，真的这一次来杭州真的很开心，太开心了。我要好好的谢谢我们。好的。到位。
对，非常满意。我从这个无锡过来，周深的可以满意，到位，真的。所以修看跟人看病一样，尤其要去大医院修车也要去那个大公司。对。